大海啸就涌入太平洋周边的各个国家。那个海啸的高度大概是比3.1大地震的时候3倍左右的大海啸。预知梦大约是分作2种形态，第一种就是明喻的梦，一种是暗喻的梦。春梦也是属于这种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B。你知道吗？在4月初的时候，台湾发生了瑞士规模7.2的超级大地震。当天早上啊，我从熟睡的睡梦中直接被震醒，整个吓到不行。而且啊，整个4月跟5月都是余震不断，每天都在那边摇啊摇啊，晃啊晃啊，都已经搞不清楚到底是我头晕还是真的在地震了。而且同时间啊，在台湾附近的几个国家，像是日本，也有传出地震的消息。这一连串的地震啊，让我想起一个很有名的寓言，就是出自于日本漫画家龙树亮他所画的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这本漫画。在这本漫画中，他画下了很多他做过的预言梦，而且大部分都已经成真了哦。在书的封面啊，他还写说，真正的大灾难是在2025年的7月，到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因为太好奇了，我就把这本书买下来了。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里面的内容，还有来聊一聊预知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。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龙树亮，她是日本的女性，她今年已经70岁高龄了哦。在1999年的时候，她出版了这本书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，里面记载了很多她从年轻时代就开始一直做的预知梦。她每次做这些梦的时候，都会把它记录下来哦。所以过了几年之后，她再去翻她梦的笔记，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已经成真了。里面有个故事是这样子，在1976年11月的时候，她梦见了她很喜欢的皇后合唱团。梦里面呢，她看见电视新闻在报道说皇后合唱团的主唱弗莱迪去世了，而且她的朋友在旁边还大哭，因为她朋友是忠实的粉丝。她在梦里面还安慰她的朋友呢。她醒来之后就赶快把这个梦记录下来，而且还告诉她身边的朋友，那个朋友还真的就哭了呢。一开始她也是完全不以为意，结果过了10年之后，在1986年的11月，她又再一次梦到皇后合唱团。梦里面呢，她看见有4座铜像，分别代表皇后合唱团的每一个人。可是唯独那个主唱弗莱迪没有在铜像里面，铜像反而是换了另外一个人，一个不知名的人。她看着那个铜像就觉得很奇怪啊，为什么会没有主唱呢？为什么只剩下3个人呢？结果没想到5年之后，也就是1991年的11月的时候，她那时候决定要跟朋友去英国玩，结果在出发的前2天，突然电视新闻就报道了，讲说皇后合唱团的主唱弗莱迪真的在英国伦敦去世了。后来啊，他们到了英国玩之后，不管是电视啊还是报纸啊，都一直在播报这个新闻。他就发现原来他早就已经做过这个梦了，而且还梦见2次弗莱迪会去世的消息，而且做梦的时候刚好都是在11月哦。弗莱迪那时候也是在11月去世的。类似的梦他也做过很多，例如说他梦见在海边附近的无名女尸，在梦里面他可以很清楚的看见那个女生的特征，但是看不见脸，而且还看得到尸体被发现的地方是一个洞穴里面。不久之后，新闻也真的在播报，在那个洞穴里面发现了无名女尸。这本书刚开始出版的时候，其实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它，就只是一本很普通的漫画书这样子。为什么会有名起来呢？就是因为它的封面写2011年3月有大灾难，那不就是3.1大地震吗？他书里面有解释哦，他说在发行《我所看见的未来》这一本书的当天才梦到大海啸。那梦里面呢，很清楚的看到2011年3月这个字眼。当时这个书已经要出版了，所以他来不及加这个漫画在里面，所以他只好把2011年3月大灾难的这个字眼放在封面上面，想说如果能提醒世人的话也不错。他说啊，他常常梦见大海啸，那个海啸巨大的程度就像电影一般，非常有冲击性，每次看见都无法忘记，所以他都会赶快把它画下来。有一次他梦见的大海啸呢，他觉得并不是指3.1大地震，而是后面有更大的地震。因为在梦里面他穿的是夏天的短袖，而不是冬天的衣服，所以他觉得海啸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夏天。他的梦里面啊，他是在空中俯瞰着地球，就好像用 Google Earth 那样子来看。他看见在日本跟菲律宾中间的这块区域，海底喷火了，结果巨大的海浪冲向海面上的四面八方，大海啸就涌入太平洋周边的各个国家。那个海啸的高度
大概是比3.1大地震的时候3倍左右的大海啸，而且在大海啸的冲击之下，陆地被推挤升高。他看见从香港到台湾一直延伸到菲律宾的陆地都隆起了，整个变成一整块的大陆。而且在梦里面他很清楚看见2025年7月的这个字样，所以他觉得这个海啸会发生在2025年7月。大海啸听起来是多么的可怕，不知道会影响多少人。但是呢，他在梦里面很特别哦，他说他看见了非常明朗的未来，以及灾难之后的人们会很积极开朗的生活着，大家会互相帮忙建立新家园，地球整体所有人的状态都非常的明朗光亮，而且生气蓬勃的活着，所以并不是这么的悲观。真的太特别了吧，因为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大灾难就是很负面的事情，很不好的事情，可是他看见的是一个光明的未来哦。这本书后来爆红之后啊，他其实一直都没有出来讲话，可是就有人冒充他的身份，想要也发表一些预言，他就觉得不对，他应该要出来讲，所以就再版了这本书，而且记录了更多他其他的梦境，里面还有附一个小册子，就是他有把梦翻译成中文，所以会比较好看懂。这次我办了投票，想问大家有没有做过预知梦呢？结果没想到有61%的人都有做过预知梦耶， 23% 的人没有做过预知梦， 16% 的人不太确定，总共投票的人有638个人，所以这样的比例真的很高哦。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有些人会做预知梦，有些人不会呢？你有做过预知梦吗？其实预知梦的体质也是可以培养的哦。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睡觉，非常喜欢做梦的人，我的梦都很清晰，而且我醒来之后也可以记得住，所以我也有做过一些预知梦，不过范围就仅限于我自己的一些重要的事情，有时候会在发生之前就先梦见。我非常重视我的梦，所以醒来之后我都会赶快把它记录下来。推荐大家可以用录音的方式，直接就录下你的梦境，这样子会记得比较快。如果你是用纸笔来写的话，可能会来不及写，然后就忘记了。录音完之后呢，我就会起来去整理刷牙洗脸嘛，然后再把我的梦用写的把它记录下来，比较完整一点。这样子你的梦就会记得很清楚咯。就算一开始你觉得你都没有做梦，或是你都想不起来，只要开始记录，你就会记得越来越清楚。因为这就是告诉宇宙说你很重视你的梦，所以你会记得越来越清楚。预知梦大约是分作2种形态，第一种就是明喻的梦，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看见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一种是暗喻的梦，就是并没有很明确的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需要去推测才会想得出来。像是弗莱迪的梦，他就做过2次嘛。第一次是直接梦见新闻在报道说弗莱迪去世了，这个就是明示的梦，这个非常的清楚，不用猜测，梦境就是那样子，很清楚。第二次他是梦见有4个铜像，可是唯独少了弗莱迪，只有其他3个团员的铜像，这个就是属于暗示的梦，他没有很清楚的告诉你弗莱迪会去世，所以你必须要去推测，为什么会少了这个铜像呢？是因为他不在吗？他退团了吗？还是他去世了呢？就是要去推理。再举个例子好了，如果你梦见一个老爷爷，他穿着白衣服笑笑的，而且你跟他讲话，他没有回答你的话，这个其实就蛮像是暗示这个老爷爷会去世的梦，因为他穿着白衣服又笑笑的，你讲话他又不理你，这其实暗示得很明显吧。我推荐啊，你每天都可以去解读自己的梦境，刚刚不是说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吗？再来就是要去解读它，自己就可以解读自己的梦哦。因为有很多预知梦其实都是属于暗示的梦，所以你只要练习解读自己的梦，那你对预知梦的敏锐度也会越来越高。再来我们要讲到，其实梦境也不是每一个都是预知梦，有一些梦它有不同的功用，例如说有一些梦可以让你发现自己的潜意识的状态。如果你平常压力都非常非常大，生活比较不顺利的话，其实常常会梦到被追杀的梦。就像我以前其实也常常梦到被追杀，那我就必须要起身去反抗。如果我就这样被杀掉的话，我醒来之后心情也会很不好。还有一些梦可以让你发现你的潜意识是不是有受伤的状态。例如说，我有一阵子常会梦见我在读书考试的梦，可是我明明就已经毕业出社会很久了，还是会梦到自己在学校里面准备期末考啊、期中考啊，而且考试压力非常的大那种梦。我自己练习解读这个梦，我就发现原来是因为我小时候补习补太多了，念书念得太认真了，压力太大了，造成我心中有一部分的阴影都还卡在潜意识里面。
让我有一部分的自己不知道我已经毕业了，所以还常常会有那种读书考试的压力，所以才会常常梦见这样子的梦。后来啊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我已经毕业了，我不用再考试了，我已经毕业了，已经毕业了。就这样重复不断的告诉自己，提醒自己，我已经毕业了，我不用再考试了，让自己慢慢接受自己已经毕业的这个事实。后来我就很少再梦见读书考试的梦了，代表我的潜意识的那一部分已经修复完成了。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一开始你的预知梦其实不一定是什么很大很大的事情，像这个作者一样，你不一定会梦见明年的地震或是海啸，你很有可能只是梦见一些小事情，而且是跟你自己相关的小事情，就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小事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我觉得啊，是因为高我在跟你沟通的时候，他会先用一些小事情来测验你。如果你梦见一件小事情，然后你都不 care 的话，他又为什么会把很大的事情让你做梦梦见呢？因为你连小事情都不 care 啊。所以他会测试你，先让你梦见一个小小的预知梦，你就会发现啊，我有预知的能力，你要肯定自己的能力，这样子高我就会觉得，你很棒，你很注重你的梦，就会让你梦见更多更大的预知梦哦。还有一种梦呢，是解决问题的梦。如果你白天在烦恼一些事情，但是找不到解决方法的话，有时候你重复这样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解决办法，结果就会在梦中给你解决办法哦。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是我高中的时候学校老师跟我讲的，就是呢，苯环的发现者，他那时候发现苯环的时候，他一直都不知道它的分子结构到底长怎样，他知道有几个碳几个氢，可是不知道这个碳氢的排列到底是长怎样，他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，结果有一天他就梦见有一只蛇在吃自己的尾巴，咬着自己的尾巴，所以那个蛇就这样绕了一圈，变成一个圆圈。醒来之后，他就恍然大悟，原来苯环是一个环状啊，6个氢跟6个碳刚好就可以排成一个6边形的环状，所以梦境也有解决问题的功能哦。还有一种梦啊，是让你发泄日常生活中被压抑的情绪。有一部电影叫做《白日梦冒险王》，那个主角啊，他的生活很平淡无奇，可是他非常非常喜欢做白日梦去冒险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他就是个普通人，但是在梦里面，他可以变成超人嘛，所以他很喜欢做一些冒险的白日梦。这个梦境就可以让你发泄一些被压抑的情绪。春梦也是属于这种，就是让你发泄一些平常没办法发泄的情绪。各位有做过春梦吗？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好烂哦。好，那今天讲了这么多关于梦境的东西，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做梦，我也非常非常重视我的梦。很多人都说他晚上不会做梦，或是梦境根本不代表什么，我觉得一点都不是这样子。我觉得梦境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这本书哦。这本书的后半段其实是一些恐怖故事，因为作者很擅长画一些比较恐怖的东西，是有点恐怖到我不敢看啦。至于2025年7月到底会不会有大地震呢？那也要等明年才会知道啦。我的频道里面会分享很多灵性相关的东西，还有吸引力法则的内容哦。像是这一本感觉就是秘密，如果你在学习显化的话，一定要看哦。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就可以看更多这样的内容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